同学你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摄影艺术创作的有关的知识。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仰角度拍摄。所谓的仰角度拍摄呢，一般是指照相机或摄影机从一个位置比较低的这个地方由下向上来拍摄，就属于仰角度拍摄。那么在日常拍摄当中，仰角度拍摄我们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啊，只要我们大家可以肯蹲下身去啊，或者是趴下去啊，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仰角度的拍摄。那么仰角度拍摄的第一个我们比较常用的地方，我们经常会利用仰角度呢来拍摄一些高大的物体啊。那么一方面是因为被摄对象比较高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往往也是因为空间距离呢比较的狭小，我们不得不在一个比较近的距离来拍摄这样一个高大的物体，我们才会使用仰拍，利用画面的深度来包容这个被摄对象的整个的体积。那么当然呢，因为近距离来拍摄高大物体，我们又会经常的被迫使用广角镜头来拍啊。那么大家想，广角镜头加近距离仰拍高大物体啊，它会进一步的使得这个高大物体呢，它的高大程度被夸张，显得更加的高大。我们来看这样的画面。那么这张画面，是我在06年拍摄的纽约时代广场的这样一个高楼啊，第42街的这样一个楼。那么这个楼大家看，它本身比较的高大啊，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呢，它似乎还有一点变形，出现了一个弧线的这样的效果啊。其实呢，在拍摄现场，这个楼本身就是一个弧线的造型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座楼啊。那么拍这张画面呢，我们是用广角镜头来拍，这个楼在马路的对面啊，前景的路灯是在马路的这一侧啊，在我所站的这一侧啊，利用这样的仰拍，把这个高楼给包容在画面当中啊。当然呢，由于近距离广角仰拍，使得这个楼显得看上去比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显得还要高大。那么另外这张画面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利用广角镜头来仰拍，使得这几棵树大家可以看到显得非常之高啊。那么这个是07年初我在洛杉矶贝弗利山庄拍摄的这个贝弗利山庄路边的这个棕榈树，利用广角镜头仰拍，它的高大程度也被进一步的夸张。在这个画面当中需要给大家解释的就是那颗画面当中那个半个月亮啊，这个月亮呢本身当时就在天空当中存在啊，但是大家可以想得到，我拿广角拍摄的时候，这个月亮在画面当中的成像面积其实是非常小的啊。为了使它呈现出来跟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一样大小的感觉，在后期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把月亮的这个区域呢给它放大了啊，让它跟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的，当时在现场看到的那个效果呢最接近。那么仰角度拍摄，它往往还会有比较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仰拍容易这个表达一种正面的、赞扬的、歌颂的、褒扬的这样的一种情感的这样的一种色彩啊。拍领导拍英雄、拍伟人传统上我们都知道可以利用仰拍的方法。我们来看这样的画面，这张画面的题目叫做“浩气长存”拍摄的是南京雨花台的烈士群雕。在这张画面的拍摄过程当中，大家看作者利用仰拍的方法使这个雕塑呢显得非常的高大。那么又通过后期的制作，使得画面的雕塑的下方出现了长长的虚的这种长长的影像然后又通过这种叠印的方法，叠印上了这种青松和飞鸟使得画面很好的表达了那种对烈士的这种敬仰缅怀的这样的一种情感。那么仰角的拍摄还可以夸张跳跃动作的高度，特别是当我们利用广角镜头来仰拍跳跃动作的时候，它可以使跳跃动作显得更加的轻盈跳得更高。我们来看这个画面，这张画面呢，大家看利用仰拍拍摄的这样几个像水中跳跃的这样的人那么一是在画面当中显得他们跳得非常的高另外呢，
就是这个画面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啊，甚至有一种主观镜头、主观视点的这种效果啊，让我们感觉这几个人啊马上就要扑面而来啊，甚至要砸到镜头上，要扑到我们的脸上来这样的感觉啊，而且在镜头上面呢还溅上了一些水珠啊，那么这种水珠呢、水滴呢，更加的增强了这个画面的这种视觉效果。所以这个画面应该说在角度的选择上和运用上啊，还是比较有特点的。那么第4个方面，仰角度拍摄它还有一个作用，它可以简化背景。这个我们在讲背景的简化方法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仰拍可以以天空做背景啊，可以使背景变得比较干净。我们来看这样的画面。采用一个大仰拍，拍摄2个正在这做木工活的2个这样的工人在锯一个大木头啊，利用这样一个大仰拍，以天空做背景，大家看背景非常的干净，而且利用这种仰拍的方法，加上广角镜头，使得画面当中这个木头的线条和这个锯的这种线条，它的线条感觉被强化出来，被突出出来，那么使得画面显得简洁而富有力量。那么这张画面也是一个把普通的劳动场景拍出来了不同寻常的视觉效果的这样一个作品。那么仰角的拍摄第5个方面它可以夸张前景景物，夸张前景景物的高大程度特别是用广角镜头近距离靠近前景景物来拍摄的时候，它可以把前景当中本来比较矮小的景物拍的比后景当中本来比较高大的景物显得还要高大。那么这种方法也可以被人们称作叫配景缩小法在影视摄影当中经常会被用到的一种方法。我们来看这个例子。那么这张画面呢，大家看叫上海太极前景呢是一个上海的老人在早晨黎明的时候，在这个外滩这个黄浦江边上在打太极拳锻炼身体。那么后景当中就是上海的这个东方明珠塔以及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那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那么近距离贴近前景的人物来拍，利用仰拍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把这样一个上海老人的这个身体拍的比后景当中的那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显得还要高大。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配景缩小的这样一种方法。那么第6个方面，仰拍还可以建立画面当中上下部分的联系利用仰拍的方法，把空间位置比较低的一个景物和空间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景物组合在一个画面当中，从而建立2者之间的关联。我们来看这样的画面在这样的画面当中，大家一定是把画面下方的这个希望工程的大照片这个大眼睛我要上学这个大照片和后景当中人民大会堂的石柱以及画面上方人民大会堂上方挂的这个国徽这样几个景物联系起来来观看把它们联系起来以后呢，就可以很好的来表达作者想表达的主题在我们国家教育任重而道远所以把这几个形象，把这几个可视的这个形象的组合起来，就可以很好的表达这样的主题的内容。在影视摄影当中那么仰拍很多时候它都是会有一定的视点的依据，它会体现一定的视点的效果之所以要仰拍，往往在影视当中是有人或者有这个动物由下再向上看它可以体现特定的这种视点的效果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用仰拍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摄影当中。我们来看这样的画面广院老的毕业生拍的作业拍的在比赛的开始之前一帮队员聚到一起然后1、2加油。那么它的拍摄的这个位置呢，就在这群人的中间，由下向上来仰拍那么这样的视点的效果这样的视觉的效果，它有明显的视点的依据，可以让我们去体会特定的这样的视点的那种视觉的感受，也是比较有特点的这样一个画面。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是仰角度拍摄。
仰角的拍摄是大家日常拍摄当中经常用到的，而且是比较好用的这样一种角度。那么它有这样几个作用。第一点呢，它往往会被用来近距离拍摄高大物体。第二点，仰拍具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第三点，仰拍可以夸张跳跃动作的高度。第四点，仰拍往往可以达到简化背景的效果。第五点，仰拍还可以夸张前景景物。第六点，仰拍可以建立画面当中上下部分的这样的关联。第七点呢，仰拍还可以体现这种视点的这种效果。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